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早上好啊！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也能看到咱们工具清单这几个大字的话，来敲个数字一。不想起床是吧？不想摸鱼，那来我们直播间刚好啊，刚好。二者呢，你可以选其一，也可以，也可以两者都选，两者都选。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先的准备，一会儿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上课了啊，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吧。星音小姐姐梦之意啊，洋洋还有秦夕，雨和韵致，闲云鹤来。大家早上好，麒麟龙宁静致远，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咱们的周四了，对不对？又要期待咱们美好的周末了啊！大家伙儿吃早餐了没有？没有吃早餐的话，如果你还要着急赶着去上班的小伙伴啊，可以呢来2颗大白兔奶糖。好，在我们屏幕，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啊，是我们直播间特有的专属的小零食啊，小零食。好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来2袋啊，我们童年的回忆，还有包括我们几代人呢，可能都见证了他的这个，包装的流变吧，应该也感受过它的口味，对不对？香甜软糯啊，给你补充能量，防止低血糖了。这广告打的，这不算广告了，这算是我们的开玩笑，是不是？直播记得保存，对，我们已经保存上了，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可能呢最近感冒了，对吧？或者啊，身体呢不是那么的舒服，那么一定要注意休息，好不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那么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呢保养好，尤其是这个寒冬时节，天气呢还再过1个月，可能就要变暖和了，对吧？花花看世界，花花看世界。早上好，暗阳升起的炊烟，今天是要重画吗？这个小伙伴呀，昨天咱不是没有画完吗？我们昨天要是画完，那今天就肯定就不画这张案例了。孤灯，早上好。我们这里，清晰说这儿是2到6度，对吧？个位数的天气是吧？个位数的温度，不管你是正负2度是吧？2度6度也好，咱们呢都要这个注意休息啊，都要注意到保暖。长发及腰是吧？声音像天使，哎呦，我的天呐，这个夸奖啊，让我受宠若惊，真的是，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的评价啊。今天
各位小伙伴，刚好咱们的音乐呢到点儿，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绘制，继续来绘制我们上节课没有画完的这张案例了哈。好的，首先呢还是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新老小伙伴们呢加入到我们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要开始带大家绘制的这个案例呢，是接着咱们上节课没有画完的这张下山赏云图啊。那这张作品是陈少梅他这个画册里边的第143页上卷啊，上卷的143页的这个作品。如果你有实物图，可以参考着跟着我们一起来画，好吗？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过它的画面的这个绘画的内容，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昨天把左下角的岩石以及右侧的松树以及底部右下角的松树呢画完了哈。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勾勒和塑造的就是远山的岩石和左下角的云雾以及点景的人物，最后呢来着色，对不对？来着色，把这张画呢完整的给它表现出来，好不好？那么右侧已经把相应的工具清单给大家呀列在了屏幕上方，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如果你还没有工具的小伙伴是吧，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都可以去挑选，好不好？好嘞，咱们呢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调转镜头，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绘制。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的话敲2个数字5啊。那这是我呢在课后把咱们就是课上没有画完的部分呢再加了加，把叶子加了加，下面呢加了一点点拍点，对吧？昨天我们给大家留的那个课后的作业，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完成？好，如果有把自己的松针和这个叶子呢完成的小伙伴哈，来敲个数字1啊，我们看一下啊，看一看大家伙儿平常自己在课后的时候，有没有听着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来完成啊？难的不止一致，难的不止一次这个咱们的课后啊。好，大部分还是完成了的是吧？是你没有听完吗？我们昨天没有完全的画完，就是这棵树和这个叶片，这2棵树的叶子就自己课后去加一加，因为它都是一样的。但这儿有点竹叶，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说具体怎么去勾勒的，好不好？等今天画完再画，对吧？好嘞，好，我拿出了一张试笔的纸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带大家动手了。当然我放到这儿，有需要截图的小伙伴肯定想要截个图是吧？我肯定了解大家心情的。好，有需要截图的咱们截一下啊，咱们截2次，截好了敲个数字1，好不好？我呢在咱们的这个昨天画的基础之上，我还加了一点点淡墨，稍微的染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树叶，稍微的染了一下，也没有画特别多。今天继续躺平点赞。好，如果实在是不太方便画画的是吧，也比较就是躺着还没有起来的小伙伴可以啊点点赞啊点点赞啊，我们来做做广播体操是吧？好，已经截好了是吧？画一下这个树叶，另一个树叶啊，可以可以。好，上方需要截的哈，也可以截一下啊。截好了敲6，截好了敲6啊，这是我们整个顶部的位置啊。来不及画是吧？好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异形式哈，变异形式，肯定是家人和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好，咱们呢接下来开始带大家动手了啊，拿出咱们的这个狼毫的小号是吧？狼毫的小号，我们说的这个小柱狼毫是吧？不管你用的是哪个狼毫，反正你得用狼毫，对不对？在笔洗里边浸湿，对不对？先把它浸湿了，多一堆水分刮一刮，笔尖蘸取咱们浓重的墨色，是不是？来微微的去调和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把这个画面的底部的岩石的轮廓是吧，也勾勒出来，然后再去勾勒远山啊，再去勾勒远山。
尖好可以吗？尖好它可能劲儿呢要弱一点点，它稍微软一点如果你只有尖好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在柔宣上用尖好来勾勒这些轮廓不是特别的方便。在声宣上如果用咱们的尖好确实是比较舒服的比较舒服的我在下面呢垫了一张咱们的这个柔宣，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好，接下来我们呢就要开始。左侧是不是已经给大家把这个案例图已经展示出来了？好，我再打开一张。来，我们呢从底部开始画起，各位小伙伴，底部由于这个点景的人物，他坐的这个地方有个比较大的面积，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物他的头颅不是这个松树吧？最矮的地方就是叶片，大家抬头看它最矮的叶片的地方和我们这棵树的最高的地方，是不是大致是吧？在一条线上？这大致在一条线上。那么在画这个点景的人物的时候，人物我们放到最后边来画大概依然在竖着中心线上是吧？高矮就在我们说的头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在刚刚说的这条线上大约也就画3到4个手指这么一个高度就行。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它这个底部的，比如说这个它瘫坐在一个石坡上面的，对不对？我们要把它给勾勒出来。我们依然先勾勒咱们的岩石。好嘞，大约比这个石头高一点点比这个石头高一点点墨色可以相对的淡一些。好，你要是用的是柔宣你用这个尖好的话，你可以自己简单尝试感受一下有的时候用画一些树枝或一些线条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得劲儿。如果有狼好那是最好。右下方假叶的画法是吧？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示范一下其实我们都放到了回放那边。来，底部我们呢也要把这个岩石给它勾勒完整下来，大约在这个类似于太湖石的这个石块是吧？下方交叠下来交叠下来，这是我们画的最底部的这块。当然在画完之后，是不是边角是不是我们要开始给它皴擦一下，甚至于压着它的轮廓压着它的这个轮廓或边缘。是吧？把底部边角稍微的侧锋的擦一下，就把这个咱们侧面的这块让它有一点厚重感就可以了。它不能跟这个前方的岩石一样重稍微在边缘，你看边缘的地方，重一些，微微的重一点儿就够了。枯涩一点点枯涩一点点。来，咱们呢再从右侧走，这块很容易的，对不对没有太多的要去强调的细节，你把大致的这个勾勒的地方带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岩石的边角，它其实是用了一些偏颜色的笔点，带有颜色的笔点呢，去点了一些类似于胎点，对吧？好，我们推进一点，各位小伙伴呢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好，在这种岩石的边缘的地方它用非常细密的笔点去点了一些胎点，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丰富更加丰富。
好，昨天如果说没有跟画，今天来跟的话，那确实会有一些麻烦。你可以局部的练一练一些内容啊，如果咱们有回放呢，就会更加的方便啊。好，那包括在它的这个岩石的这一侧，点的它一点的墨色不要特别重，可以淡一点点，可以淡一点。好，在岩石的右侧的边角，是吧？右侧的边角，是不是看不到了？OK，好，昨天有个小伙伴给我推荐了一个方子，很好。最近很多小伙伴感冒了，对吧？可能呢挺好用的，用咱们的白萝卜加咱们的梨，然后再加上冰糖，熬水煮水喝，对，效果还不错的，可以大家试一试啊，这是我亲测有效的。好，稍微的来些胎点。那这张画你看，我们除了这块以外，你看这个树根的底部，你看我点了很多很多点，因为这个点要点很久，所以呢我就直接点完了，是吧？现在在这一块给大家稍微的点一些少的或者小的，你知道怎么去点，你就在旁边这些树根的下部，底部啊，我们自己再去丰富就可以了。一点儿不晕，这是熟宣，它当然不晕了。好，这是熟宣哈，我给大家说过哈，熟宣这个大家要记住，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晕染，这个是比较偏传统的这种笔法，传统的这种更传统的，比如说更高古的宋代，是吧？包括元代，大部分的画作都是在熟绢或者熟宣上面画的。好，在岩石的边缘的位置上，我们呢再来给它点一点，像沈周是吧？好，沈周的胎点呢，可能比这个也要大很多啊，要大很多。好，点紧人物的部分啊，我们先不去画，先不去画，给它留出来啊，留出来。一会儿呢，我们看这么宽的面积呢，到时候再画都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呢再来，再来。接下来我们要画的时候就要画到哪儿？我们也需要把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个画面的顶部的岩石这块大的岩石，白萝卜加梨加冰糖，就三个，就三个。来，我们来拽一拽啊，拽一拽。嗓子都变了吗？变成什么样子的了？好像我觉得变化应该不大，变化应该不大。好，我们把它给压的平整一些。让我们大体带大家一起来画画啊。我们昨天在画的时候呢，大体在这个画面中间呢，确定了一个中心点，大家还能找到吗？大体确定了一个中心点啊。我这个大概确定的中心点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吧，大概在这个树松针的这个中间的位置。大家伙如果自己的画面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它找出来。应该在这个松针的差不多的位置上。那你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们再注意画这个顶部，我们依然也要给它确定在一半的位置哈，一半的位置。那这样的话，画面呢才能更加的准确。好，大概这是我们整个画面上半部分的一半，上半部分的一半。
好，然后我们稍微的推远一点点啊，推远一点。我们从顶部开始画的时候，大约画到哪儿？顶部，整个顶部我们要留出至少大约，从上往下拿个颜料管给大家比一比啊，至少要留出1到接近2个的位置。最右上角它窄一点点可以，右上角大概留1个颜料管多一点点，对吧？它是一个斜坡下来，它要大概画到整个这个斜坡要斜到挨着竖着的中心线，是吧？右侧大约1指左右，对不对？好，这就是大概的那个斜坡啊，大概的一个斜坡，好吧？斜坡画到这儿之后，下方它是吧，还要转折几下，那么就越过了咱们竖着中心线啊，大致就越过了竖着中心线，理解了吧？哎，大体的位置我们先给大家描述清楚哈，这块依然是在造型的时候我们慢一点儿啊，你只要能够把它画准确，你只要能画准确是吧就好。好，专注到我这里啊，专注到我这里啊，不用去管其他的啊。好，在右上角对吧？我们呢稍微的把这个形态把这个造型给它勾勒出来啊，从上往下对吧？顶部这根线它不用特别明显哈，就右上角这个结构线不用特别明显，大约带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中间它会被非常茂密的这个树叶给我们遮挡住，对不对啊？给它遮挡住，那所以我们呢在画的时候，是吧？大致能够连续，大致能够连贯起来，能够连贯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再从上往下。在它的下方，我们呢多交叠几层，多交叠几层。好，从左是吧向右。然后我们再往它下边是吧，去给它勾勒形态完整一些的这个造型的一些造型。啊，这个时候你要皴擦是吧，都很方便，就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这个时候你说是平铺也可以，只不过它皴的这个笔触，它会更加的这个刚劲爽朗，是吧？当然要压着边缘的结构线来走，边缘的轮廓线来走。垫了一张熟宣、深宣都可以，垫一张只是让这个画看起来有个白纸衬托一下，它好看一点。因为就单张的宣纸呢，它看起来效果不是特别的舒服，是吧？你衬托一张就要好一点。好，这两层岩石是吧？交叠的地方，你可以稍微的这个，区分一下，就比较明显的重一点的墨色，给它区分开就可以了。
用什么墨？这个墨都很淡的啊，都是淡墨，可以看到碟子里边吧。刚刚可能看起来比较重，你看一淡一点之后，它就变淡了，都是很淡很淡。你可以看这个刮在碟子里边缘的这个层次，你看刮在碟子边缘的层次，是不是一般画出来在这个纸张上呈现的效果一般就这样？所以大家在用这个调和的工具的时候，尽量使用白盘子啊，白色的盘子。好，我要把大概的这个轮廓给它勾勒完整啊，给它勾勒完整。好，我们继续来勾勒它左下角，把它的形态大的轮廓勾勒完整了，我们再来画塑造它内部的一些结构，对。在它的右下角啊，从这一侧起，好，这是它的边角这一块儿，边角这一块儿。松针是用淡墨染嘛？既然是染，它肯定是用淡墨。你要用重墨，那就不叫染了，那叫覆盖，对不对？所以你要把握好这个度啊，把握好这个度哦。好，它是越过了咱们竖着中心线的啊，在它左侧，在它左侧这个位置上，还可以再往左边来一点。水墨饱满一点啊，即便像我们这根线画的感觉不太满意，是吧？我们再往左边添加了一根啊，添加了一根，这个其实都不影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墨色它足够重，可以给它覆盖啊；足够浅呢，可以给它覆盖掉。你比如说，在它这里边这一层，在里边。是吧？给它添加一层，然后上方这个块儿就可以完全给它覆盖掉，可以完全覆盖。然后从上往下，是吧？用皴擦的笔触，然后再从这一侧，对吧？交叠下来，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大的这些结构相互比对的走，比对的走。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来，大约在这个位置，最前方它有一个大的轮廓。好，在它的上方是吧？我们要去交叠一些结构。你把大的这个轮廓，你看找准了之后，我们再往后方走，你是不是就要轻松很多？就要轻松很多，去找到形它，找到这个轮廓关系啊。老师有课程表吗？我们每天上午9点半，周二休息，对吧？每天上午的9点半我们直播，周二休息，记住了啊！至少目前是这么定的。以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其他时间段要是直播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通知，好不好？
侧锋的叠加一下，然后在左下角是不是我们再来把这个形儿勾勒完整？刚刚这儿不是多了一笔吗？对不对？好，从上交叠下来。好，墨色足够重了啊。好，再往下方走。衔接到咱们的这个树的这个松针的这个边缘了哈，大概的造型出来了，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给它刻画出来，还没有完全的造型细节，是吧？皴擦完整的画呢，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统一。你看，每次我们在做区分的时候，皴的都是在哪儿？在压着结构线是吧？交叠的地方去塑造，是不是去塑造？把这个画呢塑造的更加的丰富，更加完整。如果你只是画了几个笔触，是吧？看到我们是吧在皴，你带了几笔，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去皴，是吧？那你画出来最后可能画是平的，是吧？你要知道每一笔它落在这个地方啊，它的作用，对不对？它根据这个，它是要落在整个画面的关系里边的。我这个用的就是这个小柱狼毫，大概是4号还是5号链接，你看一看，就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好，在右侧前后交叠的位置上，是吧？我们稍微的给它皴擦一点点。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狼毫，我们在用的时候需要用到这种比如说一笔一画的这种劲挺的这种用笔的这种味道，对吧？你要是用的是这个，这个叫啥？尖毫的话，它不一定有这个感觉。小红毛是狼毫，小红毛是肯定是狼毫。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哈，把右侧这个大的轮廓勾勒出来，我们就可以画上面的树了。然后这个形儿就可以逐渐给它画完整出来。我们可以要不把这个大的这个造型是吧，大的这个轮廓勾勒完整。勾勒完整之后，我们呢再来把这个勾到让它知道我们是从这个树的哪个位置长出来的，是吧？十字线大概在交叉的线，大概在这个松针的点，松针的位置上，然后它会越过一点，上下它要能够衔接的起来哈，这个岩石造型它才能有出处嘛。在这个树叶里边树叶的里边，我们可以不用太过多的去表现，不用过多去表现。
啊，你都不用去管它这里边的造型。好，在画的时候是吧？在画的时候，我们找准这个画面竖着中心线是吧？比如说里边你叠加一层啊，比如说我们外边的这个轮廓的位置是吧？你可以再给它皴擦一点，皴擦一点，让它显得厚重一些或层次丰富一点。然后从上往下，在塑造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笔触不一定特别清晰。但是啊，用笔它是非常的肯定的啊，用笔肯定的。好，要穿过到咱们的松树的这个下方了哈。对，要到咱们的松树的下方，要把这个造型呢勾勒塑造的准确点。然后接到这个纸张底部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岩石的这个形态塑造完整，勾勒完整吧，大致的一个造型做下来，上下也要能够衔接上，多分它个几层。你看，就在这个树的叶片的大概哪个位置的点，是吧？大概哪个位置的点？左上右下是吧？交叠了2、3层吧，交叠了2、3层，然后我们呢再来往里边侧着的是吧？侧着的它这一块呢也有一簇岩石，因为这旁边它不是有个点景的人物吗？点景的人物呢，我们要留出它的这个面积来，所以底部可以先不给它皴擦太多。松针已经染过了吗？我染了一点点，但一会儿还可以染。高清的刻图稿案例会在哪儿？就在资料区里边都可以下载，那是我们系统的基础技法课里边才有的，好吧？好，然后我们再来从上往下，把这个侧面的大致的皴擦出来，地面呢微微的带一带。其实你看画这张画，你主要把造型确定出来之后，皴擦刻画是不是就很简单了？那么一般像有的时候我们在临摹的时候会给大家线稿，对吧？就是便于大家先把这个形态啊找得更准确。如果形你找不准，你最后刻画出来，它可能和原作呢区别就比较大。
好，后方是吧？这种交叠的地方卡了一下是吧？好，下午咱们就把网络升级一下。下午我们就找这个技术来帮我们调整。你像我们的大写意，或者说更加偏写一点的作品，它就是一笔下去，就既有造型也有笔墨，那就是对笔墨足够熟悉，对咱们的用墨也足够熟悉了，所以它才能画得出来那样的感觉，是吧？好，对于我们很多初学而言，是吧？我们造型呢，是吧？笔墨可能都是一个锤炼的过程。好，然后我们再把底部，好给它加一加，皴擦出来。好，越是往下边走的时候，是吧？越是往下边走，它的墨色啊，这个轮廓啊，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明显，就是中间皴擦的这笔触，它不是特别的明显。都亲学生是吧？好，亲学生，咱们又可以一起画画了。从这个树杈的位置上，是不是我们呢又可以交叠几层过来，把我们的这个树，把咱的这个树的下方的石块交叠的结构，是吧？带一带，它们交叠的关系不一定特别的明显。你看，就像一些我们重复的方向的笔触，是吧？有的清晰，有的它就不那么清晰啊。你要不清晰的，是吧？我也没办法表达，这个就要观察，是不是？就要观察一下。在这个转折是吧？我们需要强调一些轮廓线，并不是说完全融到一起去了，适当的强调。然后一会儿等它干一点之后，我们用淡墨给它统筹，给它统筹一下。在底部是吧？稍微的把一些，哎，你看最底部这一块我们要用点淡墨，用淡墨把咱们这个皴过的地方，结构线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些轮廓线也好，给它融合到一起，是不是融合到一起，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的琐碎。这张画可能比如说这一块我们细碎的地方可能相对含混，对吧？相对含混一点，我们用淡墨给它统筹下来之后，画面会更加整体，会更加整体。现在咱们平台呢，为了方便大家伙看课哈，以后你在抖音首页搜索这个抖音课堂是吧？你就可以在抖音上听课就可以了。知道了吗？就不用下载学廊都可以在抖音上首页搜索抖音课堂，点进去，在我的课程你就能找到，就可以直接在抖音上这个听课。有很多小伙伴昨天呢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看课的方式，几点直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就你购买了之后是吧？你就可以在抖音课堂上面
好，当然你不想麻烦是吧？我已经下载了学了，那你依然可以在上面学了上面听。好，这是它的底部啊，底部这一块儿。好，大概我们这儿是吧，可以带出一点皴擦的这种笔痕，皴擦的笔痕出来。好，这是我们底部岩石的造型，大家伙儿啊，塑造出来了没有？啊，皴完了，你可以来点淡墨，是吧？把它这个皴过的地方，我们呢给它擦一擦。这不是折带，也不算斧劈，可以类似于用到类似于像斧劈的这种笔触，是吧？它会用到类似于像斧劈的笔触，像我们所说的刮铁皴，比如说大家看过那个万壑松风图没有啊？万壑松风图里边是吧？它皴的那种笔触就类似于，就是我们所说，很多时候啊，很多画家都把它称之为刮铁皴，是吧？嗯。好，我们稍微退远吧，稍微退远，好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哈。好，底部这一块我们大致就先画到这里，这块也没有特别多的，要去给它刻画的。我们接下来要画是一个画面的上半部分了哈。对，喝点水。画的位置变了，变了就变了嘛，这不大影响，是吧？只要你的画面和谐，是吧？位置上，就是说你的画面的造型和你画面的关系，就是你画的这种画面的关系，它是统一的，是吧？它画的内容各方面呢是统一的就好就可以了。好嘞，我们要继续来这个画咱们上面部分了哈，上面部分的这个造型了。山顶，我们把大概的形态勾勒完整，是吧？边勾，我们刚刚边勾的时候呢，给它适当的皴了一点点。这不是卷云哈，卷云是很柔曲的一些线条。我们今天用的这种还是比较方硬的，你可以说类似于斧劈。这个陈少梅啊，他的画作是吧？会经常使用到卷云，还有呢像斧劈这两种是吧？一刚一柔，它的张弛有度把握的不错的，都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用比较浓重一点的墨色，稍微浓重一点的墨色，把咱们那个山峦是吧？山峦这个大体的岩石的形态啊，给它勾勒完整出来，大约就在这一处的位置上，对不对？大约在这一处岩石的位置上，好，给它再交叠，和水分可以相对的饱满一点点，水墨饱满一点。他们，你可以说是近代，也可以说是现代。然后给它交叠一些交叠一些轮廓啊，给它大概画出来。这个笔触我们不一定要画的特别的浓重哈，不一定要特别浓重，相对清晰一点就够了，相对清晰一点。上方有树叶的地方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晰，那么我们可以先把这种
清晰一点的画了。大家伙儿喜欢这个画家的作品吗？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下次还可以带他画一点他的偏大一点的画。如果觉得比较繁琐，是吧？想画简单一点的呢，也可以，是吧？喜欢。会不会觉得比较复杂？好，当然我们说呢，难易的这个案例呢，我们都有，并不是一味的复杂，也不是一味的简单。啊，这是山顶这一侧，然后再往底部走这块儿，是吧？这种交叠的结构，是吧？练笔必须的，是。有的时候因为镜头有限的原因啊，画大了确实不太方便去观察。要是平常是吧，你自己拿着这个咱们的画册，比如说你在临摹的话，它都会方便很多，方便很多。复杂一点才能进步，是吧？好，这看来是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小伙伴了哈。好，我们会搭配着来，好，我们会照顾到大多数的小伙伴的进度。啊，喜欢的话呢，我们后面也可以再安排。啊，在前后交叠或者轮廓呀、棱角分明的位置上，是吧？看我们都要去给它皴擦一些。这块皴擦很明显是为了区分左右，对不对？一般你看我们在加重的位置哈，它要么就是区分左右，要么就是把这个棱角给它体现出来，是吧？好，你看这种笔触为什么笔啊，它要硬挺呢？比较这个什么，肯定或者说比较明确。一般都是为了体现出它的那种棱角分明的感觉，对吧？当然也要体现出一点用笔的味道，用笔的味道。来，我们再推进一点点。好，用淡墨的方式哈，把左侧是的练笔，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中国画是吧？不管你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你对用笔的一个熟悉度是吧？各个角度的行笔是吧？中侧锋、逆锋，包括我们说，呃，笔尖、笔根、笔肚，对吧？我们在使用啊，都要灵活的达到自如的这种状态才可以，才可以。好，这是我们山顶这一侧的塑造，然后在它的边缘呢，不可能这么大一块的留白，同样也要来一点儿。记住，我们这种皴擦的笔法，它往往不会完全都是平整的。比如说这几个笔触完全是平在一条线上，是一个锤炼的一个过程，是吧？像过年了，大家伙儿画好这么一张作品，自己都可以装裱画在家里边对不对？慢慢欣赏，慢慢欣赏，甚至于赠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好，顶部这一侧，我们刚刚给它皴了一笔，皴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凸显的笔触。好，下方
是吧？把前后你看，你每一次勾勒的轮廓，它需要用我们的这个墨色，需要用我们勾勒出来的墨色的层次呢，做一定的区分，是不是？啊，村的墨色它要建构在我们之前勾勒的这些层次之上，它才能够起到它更明显的这种作用或者效果出来。甚至于部分的结构线，我们还需要强调，给它强调出来。一个是你可以复勾，再一个呢是可以加重它们这个交叠的位置，比如说这一侧，对吧？比如我们需要去给它勾勒的完整一点点。之前你看墨色比较淡，如果我们画的比较收着，是吧？我们还可以再去填充，再去补一补。山水画的怎么去破形？什么叫破形？好嘞，比如说顶部这一侧，稍微的给它把一些结构线局部的去加重不需要你把所有的地方都去加重，所有的地方去加重了之后，这个画它就显得呆板了，对吧？就显得呆板了。好，来点水，来点水，干了这杯凉白开，干了这杯凉白开。什么是皴法？这个小伙伴问的挺基础的哈，我们可以简单说一说。所谓皴法，它就是用来塑造岩石它的或者树木的这种阴阳相悖。所谓阴阳相悖，就是它的这种体积效果嘛，是吧？或者说纹理，或者说它的这种质感，对吧？有的呢它比较枯燥，有的它比较润泽，用来塑造它的纹理的阴阳向北、凹凸起伏或者纹理，是不是？或者质感，那么会用到不同的点、线、面，是不是？不同的这种皴法的符号，去体现它，去体现它的这种厚重感。那么我们经常根据它的这种笔法的这种表现的形式，以及它要表达的这种特征，我们给它称之为，比如说披麻呀、披麻皴啊、斧皮皴啊，或者说卷云皴，是不是？折带、雨点、迷点等等各种皴法。那这些是作为这个系统的基础的技法教程我们作为这个赠送的课程送给我们购买回放课的小伙伴的。你不仅是跟着老师一起画，你还需要系统的去了解这种基础的技法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上面的树木了要开始画树木喽。把这个树木给它勾勒出来，从上再，就这个位置上，这个树大约画多高？是吧？整个纸张的顶部我们要留出一点的间距来，因为上方它是一个是本来要留白，我们不能画到顶天立地了，是吧？不要顶天立地的，从上往下。从基础开始教吧。好，我们一堂直播下来，要是只按照某一个同学的进度来呢，可能大家都会不太开心的。在我们的回放的赠送的基础课程内，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好不好？看了不会的，你看完之后，你要觉得还有不会的，你再来问我，好吧？一会儿如果课后有时间，我可以给你适当的示范一些部分，在这一块呢，我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好，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勾勒和添加一些小的树枝，是吧？这个树枝呢，它比较奇怪，它向下去长，
是不是向下去生发？但树干没有特别的粗，没有特别的粗。刚刚的岩石在村的时候，我们说类似于这个斧劈或者说刮铁村的感觉。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的树干，这是左边最高的那一根，左边最高的那根，没有特别的粗哈，没有特别的粗。好，在这个树的左边，纸张也要压平整哈，在树的左侧。把整个树干，把整个一个树干是吧，给它勾勒出来。接到这个其实也差不多是岩石的这个边缘去了。哎，有的时候呢，微微的带几根线呢，像是树根的感觉在上面。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哦，以后直播呢都可以收到自动的提醒，可以来跟着我们呢一起来画画我们的山水，传统、现代以及是吧水墨、浅酱，包括青绿，我们呢都会画到，都会画到。等我们得空是吧？哪天状态好一点啊，我们来画千里江山图，我们画局部啊，局部。呵呵啊，不能画这个完整的。好，这儿高矮的2棵树是吧？3棵树，大致给它加出来了。然后在它后方是吧？我们再继续可以添加一棵，在右侧这块的树呢，我们不一定要加的特别的实，因为很多的叶片呢，它会遮挡住一部分。对，遮挡住一部分。虽然不管我们画的实或者虚，它的这个用笔的节奏、粗细是吧？或者说它的这个体验是吧？用笔的体验，我们基本上是照顾到的。好，树的这个面积，这个石头的一些轮廓，我们要兼顾啊，要兼顾。画完整的千里江山图，那可能不是几天哦，即便是临摹啊，几天也画不完。好，来，我们再来。好嘞，我们再把它的这个树的根部的后方是吧？我们又交叠了一层岩石的，哎，像结构线，让这个树干长在上方。这个树干后面都是什么？它是点，是很多很多的点出来的。在它旁边呢，我们再来叠加一个树根。不一定要，你看树干不一定完全要连上，我觉得要断开，笔端一连，只要整个形儿是吧，它能够衔接的起来，大差不差就够了。是的，局部就好，画几个月也行。这个小伙伴是吧？知不知道有些画它根本就是体力活是吧？你只要知道一个局部怎么去画，你只要知道它是一个局部怎么去画了，其实后面都好说，你知道吗？完整的画一幅下来，你不知道作者画完就没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局部，你就知道这个画是怎么去画的了。好，稍微的出上一些树枝啊，不用特别的长。
即便是当代，比如说当代的人，对吧？他可能有时间、有条件画完整的，那我也挺佩服，挺佩服他的。画局部这个是很常见，很常见。好，我们把这个书的这个最粗、最右边最粗的那个画出来了。好，在边角再来一个呢，啊，要耐得住咱们的这些琐碎和细密的地方，是吧？一张美丽的景色，那肯定是需要一点点能够我们需要去坚守的位置。好，再从右侧的边缘，我们再来北宗的风格。这不是我的画，这是陈少梅的画。他的画我们之前不给他讲过吗？因为大家都清楚，从明代开始，北宗的绘画的风格呢，其实一直以来被贬低，对不对？被贬低，因为董其昌他比较崇尚南宗的绘画的风格嘛。一个是他以佛家的这种，我们说佛在唐代分南北，佛教，禅宗嘛，以佛家禅宗分南北的故事来这个呢，对称着来说咱们的这个绘画。他觉得呢，南宗的是吧要更好、更优，是吧？更具有文人气儿。北宗的呢更有匠气儿，所以北宗的绘画呢就一直以来就被他们给带跑偏了所以呢一直是褒扬南宗，贬低北宗。到了陈少梅这儿呢，他觉得他要担起这种弘扬或者说发扬，再度辉煌咱们北宗的这种绘画的风格。所以他的画作既有北宗的这种巍峨汉拔，或者说一种硬朗俊，也有南宗的呢，南宗的这种秀美，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点这个树叶了哈。它这个树叶我们点完了之后，后面还要用颜色来点，边点呢边去顺擦。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好不好？点关注呢不迷路，以后直播可以更好的来跟我们的课。大家可以每天晚上大概8点左右，是吧？点开主播，点开我的这个抖音，是吧？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发直播的公告，如果发了，第二天肯定就有直播。除非像我们这2节课画1张案例的，我们可能没有发，但是我们在课上肯定都会告诉大家，第二天还会继续画这张，对不对？很多小伙伴说，是吧？看不到直播，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显示，是吧？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打开来点开关注的那个页面，找一找，好，用细密的弧焦点在咱们树干的左右两侧。好，再来。好的小伙伴呢看不了直播，在群内问，是吧？可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当然进到粉丝群，每次开播呢，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来，喝点水。这个点，我想没有问题吧？笔尖直接着指去点就可以了，然后一般大概树的一个形态就是树梢它要尖一点，
是吧？细一点，下方都要淡那个窄一些，对不对？左边，左边我们再来，把整个树的，把咱们整个树的姿态，是吧？给它点出来。点的细密边缘，但是不能画的太过于琐碎、太散，对吧？它是参差错落开，但是呢，它呢要能够衔接，就是大概还是要有一些闭合的完整的形儿啊，完整的形儿在里边，好不好？好，点这一块的时候，你发现没？好多地方是吧？画儿越大，它重复的地方其实就越多。以后我们要是带大家画这些大画，你就会发现，其实造型就是最开始造型比较麻烦。造型就是你把它确定好了之后，然后你再去画，后面很多的叶片它都是比较偏城市化的表现，但也是中国画的一种符号的美。你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一些建筑的榫卯的结构，它也是一些重复的在添加，但是呢，它有一种共性的规律和秩序的美。你把它的规律掌握了，其实你去驾驭自己的画面就会更加的熟悉。所以呀，越是城市化的，它越有规律性。你要掌握了规律，是吧？去画很多的作品呢，都是很方便的。把这个纸压平一点，免得它抖来抖去的。每次点叶子就糊成一团了，没有空隙了，你可以先水分要适中了哈，小伙伴们，水分适中。如果你的水分太大，那肯定就融在一块儿去了嘛。水分适中，它笔触才能肯定水大水小，这个笔触它肯定都不会饱满的，要合理呀、这个岩石我们也没有塑造完，根据我们点的这个叶片，再往里边呢去丰富、去添加就可以了。这个点法除了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种点，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点？是吧？好，知道哪些点呢？可以敲出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储备的如何，或者说记忆的如何了。这种呢叫我们说的点叶法。除此以外，我们昨天带大家勾勒了那个双钩的叶片，叫夹叶，对不对？这是两大类型，两大类型的。梅花是吧？还有梅花瓣点，还有什么点？好，是吧？胡椒点我们不正在画吗？我们不刚说过了吗？除了这个以外，是吧？还有大混点、小混点、数出点，是吧？这种什么翘头点、平头的点，当然还有我们对刚刚有小伙伴说到的个字点，对吧？还有介字点，是吧？数十种点法。那么像夹叶的，是吧？也有很多类型。当然我们现在点的呢，可能墨色比较单一，一会儿可以通过强调，是吧？强调它们的这个对比关系，再来给它强调。一般我们刚开始点的墨色都比较适中，然后再去给它用重墨去强调出来，再用淡墨呢去染一染，是吧？丰富出来，统筹起来，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因为你这些
这些笔法，我们说称之为一种符号的样式，符号的样式去概括我们自然环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树木也好，繁茂的这种姿态也好，是吧？杂草也好，在画的这种叶片当中的最经典的样式，说我们说的芥子点，是吧？还有胡椒点，包括我们说的一些春树的叶片。都会一一的给大家画到，那当然也是作为基础的技法教程啊，我们给大家讲解的，给大家讲解赠送给大家。当然只是这几天哦，啊，年后咱们就不送了，年后就不送了，现在免费的几十节送给大家，让你能够系统的去了解传统的勾皴擦点染的绘画的步骤。还能够学会我们各种各样的皴法、术法，对不对？包括这种叶片的数十种的表现的方法，还有我们说的云水瀑布、亭台楼阁，对吧？以前咱们应该有数万的学员，对吧？跟着我们一起系统的来了解和学习过。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在临摹古人也好，还是现当代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好，你都有了更多的笔墨的表现的形式，你才有招，是吧？去应对更多的画面的表达。该密集的地方一定要密集，很多小伙伴点的那个点不够饱满，不够充分。笔触之间的这种白点，他点的特别的平均，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是吧？他非常的小心，这些笔触他们是可以有一定的连叠的，麻园的水图也很有特点，对吧？是的，有特点的画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好，我们呢再来继续。水纹我们也会给大家讲到的，麻园的12水图，我们可以带大家画一画其中的一张，给大家画个1张2张。好，再来麻园，我们说是南宋4大家之一，是吧？祖传也是祖上几代5代，是吧？都是画画的。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自己，是不是？包括他儿子，都是在宫廷，基本上都是为宫廷服务的这种画师。像他自己本人就是画院的代招，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绘画的风格。整个南宋，是吧？我们说马远下归，马下绘画的这种边角式的构图，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一种绘画的面貌。很多的画家后来就是临摹，或者说借鉴他们的这种绘画的创作的风格来表现，是吧？而且以这种失之多态的刚劲的线条来体现树木，都是那个时代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当然他那个时代的绘画，我们说往往呢都会被烙上一些，比如说对于某些，是吧，时代的隐喻对，觉得是对南宋当时的这个环境呢的一些隐喻多了咱就不多说。实际你应该从绘画的本身角度出发。南宋它是在继北宋之后的一种绘画的风格，对吧？北宋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富庶，经济非常的繁盛，文化也非常昌盛，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咱们市民百姓呢，都非常喜欢绘画，
都乐于欣赏，而且有条件呢去进行这种绘画的这些，有些是绘画的创作，有职业画家，有比如说民间的，有宫廷的，是吧？老百姓也能消费。北宋呢是一个比较华贵，而且呢也比较精致，也很有法度的一个时代的创作。山水创作我们经常讲，比如像这个，我们带大家临摹过《西山行旅图》，对吧？《西山行旅图》我们称之为肌肉男。那么到了南宋，它形成了一种偏小鲜肉的清新的绘画的风格，对吧？而且以它这种大面积的留白，后来就形成了我们中国画审美的一个突出的或者典型的一种视觉的风格，是吧？水墨的既白当黑的这种画面的感觉，是吧？它很符合我们东方绘画的一种美学的气质，形成了一种代表。所以呀，我们呢需要去研习，去带大家去临习我们的一些传统的经典的画作，是不是？好，尤其是宋元还有明代的一些绘画，这个我们说的带大家临摹的这种经典，我们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作为赠送，又是赠送给大家的哈。赠送给大家临摹历代名家临摹课，带大家以后来感受一些更加精深、更加高古，而且经典的大师的典范之作，标成百代。我们去感受一下巨人笔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前行，是吧？好嘞，这块大家画累了没有？肯定画累了，是吧？画了这么多。累了就活络筋骨啊，咱们就活络一下，然后停下来，咱们呢可以打开手机，是吧？哎，不是打开手机，你们都已经打开了，打开了之后，我们可以是吧？来，我们来点点赞，活络一下筋骨，是不是？活络一下筋骨，是吧？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当然这个树啊。这个树的中间呢，树梢部分呢，咱们也不需要把每个地方都给它留白留出来，是吧？就不用叶片完全给它让开，可以把一些树干，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树枝，是吧？给它遮挡住。来，一起点赞，是吧？好，课间广播体操做起来啊！课间广播体操做起来。啊，当然，南宋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呀，其实跟当时的一些文学的思想的，有很大的渊源。南宋，大家都清楚啊。我们说在应该说是宋代吧，大家都知道程朱理学的影响，是吧？追求格物致知。那对于我们的绘画也是一样。对绘画的创作，一般一种绘画的风格，往往呢，它背后有一种文化的思想，是吧？都会对他的这种创作呢，获得很大的一些这个新的风格呀，或者说创作的这种思路的一种启迪。我们每次带大家临摹一张作品的背后，是吧？我们既要了解他一些人文的这种背景的思想，也要感受名家笔下的这种技法的这种体现。像我们现在画这种呢，相对来讲啊，单一一点，相对单一一点。点赞点咳嗽了是吧？双击屏幕就可以了，不是说我们去发什么点赞之类的啊。双击屏幕，好，活络一下筋骨。多喝点水啊，各位小伙伴，多喝热水。
啊，今天是吧？要是一会儿大家累了，咱们助教老师再登场，给大家活络一下，活络一下。啊，稍微的再吸吸毛笔里的水分。现在我们画的这个，把这个形儿是吧，树冠的这个姿态，你别看就这么几棵树，对吧？就无非就点出来，其实因为面积大了，你都要花点时间，是吧？都要花点时间。然后我们需要用一点重墨，是吧？在它密集的地方，看好了啊！你看浓重的墨都点在叶片相对密集，或者说靠近树干、树枝的位置上，是吧？啊，这个应该都能够理解。叶片与叶片之间的缝隙并不多啊，记住了，有很多小伙伴点的呢不够虔诚。是吧？就想那几笔把这个面积铺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理解，有的小伙伴可能是吧，确实年长，身体呢可能不太舒服，长期坚持某一个动作呢，可能比较累。那么我们可以变一形式啊，或者慢慢来都可以。那么如果我们方便的小伙伴，要把这个叶片该密集的就要密下去，是吧？我们常说的古人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些画家说的"密不透风，输个跑马"。该密集的你要让它能够密集下去，你不够密集，画儿的这种节奏出不来，是吧？加油点赞。好，我们在这密集的位置再加加。陈少梅的书清晰吗？想看看，一会儿我们课后给大家看，好不好？不着急的话，一会儿课后给大家看。这会儿我们要照顾大家的进度，对吧？一会儿小伙伴着急了，老师你能不能快点儿？好，我也很无辜，对不对？好，个性化的问题呢，我们最后留到后边的时间来给大家解决。啊，大家伙儿的在跟着画呢。好，然后我们大致是不是？比较浓重的位置，比较浓重的墨色点在这个专门来点赞是吧？免得一会儿没空。好，辛苦我们的小伙伴了啊！好嘞，我们大致呢给它点到这儿，然后我们稍微的这个调和淡一点的墨色，来把我们岩石这个树叶和岩石之间的缝隙，是吧？岩石和树叶之间的缝隙，给它这个处理出来。再干一点，我们再来去干一点之后，是吧？我们觉得叶片呢它不够茂密或者不够浓重，我们呢再去叠加。好，在咱们的这个石头的缝隙的后方，是吧？皴擦一下，你看前后交叠的地方，对不对？我们都需要用比较重的墨色，把这些留白给它皴擦出来。各种偏方这个时候就有了啊。好，一定是要慎重使用啊，慎重使用。好，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或者在这个树干前后交叠的地方，树干的根部嘛，树根部，我们不是有一些区分的
结构吗？区分的结构，那么我们就要给它用厚重的墨色。好，包括这个册的后方，从前往后的过渡的关系是吧？都要给它带出来。这一侧我们要它平整一点点。好，左边儿。有的时候你看墨色它就要协调了，是吧？笔触的方向它都好处理一些。笔触的方向是吧？它不一定要跟原作我们完全一致，是吧？但是它原作的行笔都是跟着这个结构的方向来去处理的。好，用淡墨是吧？把咱们这个树叶的缝隙、树干之间的缝隙是吧？给它皴擦出来。这个时候可以擦染的平整一些。好，现在是不是统一起来了？是吧？大致都统一起来了，它不至于显得这个画面当中的留白的笔点是吧？那么的琐碎，是吧？要平整很多了。这块大家画全没有？画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在这个上方去给它进行点这个相应的胎点，好，叶片间的缝隙是吧？我们用淡墨给它统筹染一染。你也可以最后用咱们的颜色来染。好，再往下走一走。再往下走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到画面整体的一种关系，对不对？整体的一种关系。好，再来画它的下方。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我们的案例的，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考的案例图来整体的调整，对吧？整体的来调整一下画面的一种黑白灰或者整体的一种色调的关系了。
好，我们刚开始春晚，对吧？用了一遍重墨去强调或者突出某一些对比区分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淡墨，去给它一些统一，是吧？就用淡墨去给它做好一些过渡，让画儿更加协调。蒜头可以驱寒。最近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全是跟吃的有关，是吧？而且是常见的这种食物。好，你煮着煮着，有的呢用姜啊，用这个大葱是吧？生姜是吧？来煮水，煮着煮着涮上肉了。哦，这还加点蒜了，这有。这煮着煮着，一会儿也是要当汤锅来涮着吃了。好，你看亮一点的地方，你看我们其实也要加上一些淡墨，去给它塑造一下。我就是这样吗？简单吃了一点点。就网上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啊，涮着涮着，正在煮汤煮着，就涮起来了，不自觉的自己就涮起来了，拿着这个肉，所以在座的也有这样的。好，侧方的一些边角是吧？我们用一些淡墨融合起来。松针怎么画？怎么画的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说一说。好，松针里边，对吧？你还可以自己呢去给它染一染。好，这块儿，这是我们画的，画面顶部这一块儿。啊，你需要去强调的话，你可以局部的，比如说把某一部分的树根、树干或岩石，给它加重，不要每一个地方都给它加出来，对不对？这个我想大家都有经验了哈，都有经验了。当然，如果时间方便啊，或者有条件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回放呢多多的练习一下。很多画儿不是说一遍你就把它完全画好了，它肯定也需要你多一些时间去打磨，对不对？我们至少一遍直播一遍回放。当然，在跟直播的时候，你难免会有，比如说跟起来不是特别的完整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回放去适当练习一下，好不好？永久的观看权限，哪里不会点哪里，好不好？然后在这转角的位置上，我们呢再来给它点上一些。我们现在呢的回放的课程，对吧？还给大家赠送我们相应的基础的技法教程，以及历代名家临摹，还不算在我们120节完整的案例当中哦。好，稍微的再来点一点。刚刚整体画完，对吧？现在我们要通过这种笔点，是吧？跟我们那种树叶，它之间上下，我们画面底部是不是点了很丰茂的笔点？
那在这个画的顶部，它也需要一些符号化的这种笔点的一种呼应。好，回放就在咱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的第1号链接，第1号链接。OK， 好，我们继续。好，再来点一点。120节完整案例，现在已经更新了有30-40节了吧？30-40节了。我们争取尽快把我们的这个基础技法教程先给它更新完，是吧？年后呢，我们再来更新完我们的这个临摹。点的这个点不要特别的大，是吧？要精致细密一点。它有一些岩石，是吧？在塑造的时候，我们皴擦的是很概括的，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精致一点。之前也用半生熟临摹过这张画，是吧？感觉也还好。一定要用某种纸吗？如果你觉得用半生熟也还好的话，那可以坚持用，因为它的原作呢更加的工细，更倾向于使用的，是吧？在我们观察起来，更倾向于使用的像熟宣。上几个我们给大家普及过，给大家说过，在它因为临摹的古画比较多，像这种画的风格都很古，是不是？很有古味儿，所以它用熟宣的概率会更大，而且它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熟宣上画的。半生熟也可以尝试，有的半生熟呢，它的效果画枯色的笔是挺不错的，但是有一些笔触、行笔的线条感，它可能达不到。一会儿大家可以截个墨稿，可以的。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哦。点关注不迷路，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不好？提前一天呢，你都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第2天直接来跟我们的直播就行了。如果有了回放，你还可以自己呢根据实际情况来巩固，也不用担心来晚，或者说错过了咱们喜欢的案例，或者是时间不太方便等等，是吧？都可以自己灵活的安排。好，岩石和树的根部这一块，树丛中间，对吧？我们都用一些比较松动一点的笔点去给它点。很多小伙伴呢，他一组一组的去点，是吧？这个一组一组的去点，一组一组的去点的话，就容易显得平均，是吧？显得就有点平均了。我们一定是要兼顾一定的疏密感。大家理解疏密感是什么意思吗？对啊，疏密是不是就是指它有一定的密的地方，是吧？数量多的地方，比如说这一簇多，你比如说我这儿点3-5个就少，它多这儿少，中间呢稍微来几个点，是吧？过渡一下，这就是一种节奏。来听声音来了是吧？好，欢迎大家得空常来听咱们的直播，是不是？我们每次呢都会精选大家比较喜欢也能够动手尝试的一些案例来画的，所以不要畏难，也不要呢这个气馁。我们有很多志趣相投的小伙伴在咱们的直播间，在五湖四海的，是吧？甚至于海内外的都有，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山水、中国画、传统绘画的这种魅力体会一下我们说国潮国风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种生活的乐趣。如何满足第二个条件？加入粉丝群。加入粉丝群就2个权限，一个关注主播，再一个呢赠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那这个是这个平台的一种权限嘛？平台的一种权限。好，边角这块是吧？也要给它点上，点的不能散乱了哈。你看它是都点在哪儿？其实一般情况下哈，都点在墨色相对重的一些转折啊或者交叠的位置上。好，尤其是像美好的周末是吧？可以来多尝试的画一画呀，多尝试的画一画。画的工细有什么秘诀？真好看。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是吧？坚持一门爱好，收获一门刚刚好的惊喜。你也可以的，多画一画。那么，对于一些绘画的方法，我们呢都在直播以及在咱们的回放以及我们赠送的课程里边都给大家提到了，都给大家讲到了。这些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以往我们很多小伙伴是吧，在学习或了解咱们这些内容的时候，是吧，要花几千个打样是吧，才能够听到。现在的话，很多我们作为基础的技法教程赠送给大家伙儿。当然，在我们的回放，我们赠送我们的这个购买回放课程呢，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永久的观看权限，你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是吧？不是说1年，也不是说2年，永久的。赠课你拉到课程的最下方有一个单元，咱们的课程不是分了单元的吗？比如说有现当代的作品的浅析，有古代的，是吧？有基础技法教程，你拉到基础技法教程里就可以了。一会儿我给大家通过咱们的手机 app 来给大家示范一遍就可以了。好，你看我们这块是吧，点的差不多了啊，点的差不多了。怎么会进去？咱们有两大民营企业，都是受到保护的，对不对？一个是咱们的，是吧？大家都知道华为，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挑动。好嘞，我们呢把这一块啊给大家点到这儿了啊，点到这儿了。是不是大家都画累了？画累了呢，可以歇一歇。我们要开始来画面的底部的内容了啊！画面底部我们要开始来勾勒云雾。这个口号说的，平台不倒，课程陪你到老。不会的啊！来，我们呢拿这个勾线笔。我们要开始，我们先把这个点景的人物画了吧，画了再来画旁边的这个云雾，行不行？松针讲一讲。好，这个小伙伴说了半天了，我们得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来，拿出一个比较，如果愿意听的啊，再听一听，听完咱们就给大家勾了这个点景人物，旁边还有云雾，然后就开始着色了啊，着色。